第一课，处理反馈。您收到关于我们项目的反馈了吗？是的，我已经根据它进行了修改。太棒了！反馈如何？教授很喜欢我们的想法，但建议我们澄清几个要点。澄清要点总是很有帮助的。你们重点关注了哪些方面？我着重简化了引言部分，它之前有点太复杂了。好主意，清晰的引言能为整个项目定下基调。没错，我还补充了一些例子来支持我们的论点。听起来不错，举例子能让我们的观点更有说服力。我希望修改后的内容能更吸引读者。我相信他们会的。你对结论部分做了修改吗？是的，我让它更简洁有力了。这一点很重要。我们希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说到评价，你读过你所在部分的反馈吗？我做到了。教授提到我应该进一步展开数据分析。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展，肯定会有所改进。我同意。我打算再添加一些图表，以便更清晰地说明。图表总是很有帮助的，可视化的方式能让信息更容易理解。让我们在提交之前一起最终确定这些修改意见。没错，团队合作总能带来最佳结果。我很荣幸能与您合作，完成这个项目。没错，我们在一起就是一个很棒的团队。祝贺您提交了一个优秀的项目。第二课，科幻电影。你有没有注意到科幻电影中是如何描绘不同星球的？是的，其中一些可能相当愚蠢且不切实际。没错，我的意思是，你多久才能看到一次亮紫色的树和3个太阳？对吧？他们似乎有点过于追求创意了。但我想，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，它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。没错，我很欣赏这种创造力，即使它有些天马行空。你最喜欢的以独特星球为背景的科幻电影是什么？我会选《阿凡达》，潘多拉星球的视觉效果太惊艳了。潘多拉星球真美，那些会发光的植物太迷人了。没错，真让人想去这样的地方看看。说到独特的星球，你看过《星球大战》吗？当然，每个星球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环境。没错，从塔图因的沙漠到霍斯的冰天雪地。也别忘了恩多的茂密森林。我喜欢那个宇宙中星系的丰富多样性。真是太神奇了。不过有些行星简直荒谬至极。就像那个有巨型棉花糖生物的星球一样。没错，那个真的让我笑死了。
感觉就像置身于糖果乐园一样。有些电影真是挑战了想象力的极限，但这正是他们有趣之处。我同意，暂时逃离现实确实挺不错的。那么，我们接下来应该看哪部电影呢？银河护卫队怎么样？它既幽默又冒险。绝佳的选择，我喜欢这些性格古怪的角色和他们的冒险故事。让我们潜入宇宙，享受这段旅程吧。第3课，树木的智慧。瞧瞧这些雄伟的大树，有些树龄已有数千年。我知道，想想他们的年龄真是难以置信。这些高大的树木见证了许多历史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他们会说话，他们会讲述多少故事啊？对吧？他们经历了风暴、火灾和地貌变迁。我想知道，当这些树还是幼苗的时候，这片森林是什么样子？那时的世界一定与现在截然不同。置身于如此古老的生命之中，我感到内心平静。没错，大自然确实有令人平静的力量。这些树至少有几百年树龄了，它们真是参天大树。它们为许多动物提供庇护所和栖息地。是的，鸟类、松鼠，甚至昆虫都依赖它们。它提醒我们，自然界的各个部分是如何相互联系的。没错，生态系统的每个部分都发挥着作用。在这样的地方徒步旅行，你最喜欢哪一部分？我喜欢新鲜空气和冒险的感觉。我喜欢锻炼，但沿途的风景更胜一筹。让我们花点时间欣赏一下周围的美景。好主意，让我们对这些美丽的树木心怀感激。第4课，友谊的本质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会成为你的好朋友？是的，这确实很有意思。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我认为朋友之间通常都有共同点。这很有道理。共同的兴趣往往能构成坚实的基础。没错，例如，我们俩都喜欢徒步旅行和探索大自然。没错，这些共同参与的活动能创造难忘的经历。另一个因素是相似的价值观，这有助于彼此更好的理解。是的，朋友之间如果拥有共同的价值观，就能互相扶持，渡过难关。我也认为幽默在友谊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当然，分享欢笑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一起徒步旅行吗？我们当时笑得可开心了。我怎么可能忘记？我还以为你会一直念叨那只松鼠呢。那只松鼠真是个表演家。有趣的是，一些小小的瞬间竟能促成一段长久的友谊。没错，那些共同的经历会产生只有他们自己才懂的笑话。
说到这里，你认为好朋友应该具备哪些特质？我认为，好朋友应该支持你，值得信赖。我同意，可靠性是任何友谊的关键。能够坦诚沟通也至关重要。当然，坦诚的对话能够巩固彼此的关系。那么，你认为是什么让我们的友谊如此特别呢？我认为这是欢笑、共同兴趣和互相支持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说的太好了，祝我们友谊长存。第5课，沟通风格。我观察到的一个区别是不同文化中的沟通方式。我觉得这太有趣了，我很想知道你会如何描述它。在某些文化中，人们往往非常直接坦率。是的，我也注意到了。在其他文化中，人们的表达方式可能更委婉。没错，他们经常使用微妙的暗示或肢体语言，而不是直接表述。这有时会导致误会。当然有可能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误解了朋友的信息。发生了什么？我以为他们生我的气了，但他们只是出于礼貌。这是个常见问题。你认为直接沟通更好吗？它有其优点，但在某些文化中也可能显得粗鲁无礼。没错，诚实固然重要，但圆滑处事也同样重要。我同意，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平衡点。如何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沟通？我会努力观察，并根据他们的暗示调整我的方式。这真是个好办法。积极倾听大有裨益。没错，理解语境对于有效沟通至关重要。保持开放的心态可以让我们欣赏不同的风格。没错，它丰富了我们的交流，拓宽了我们的视野。我喜欢了解这些差异，这让谈话更有趣。我也是，让我们拥抱沟通中的多样性吧。第6课，健身偏好。我每周在公园慢跑3次。太好了，我喜欢用瑜伽课来锻炼身体。瑜伽对增强柔韧性和放松身心都非常有益。没错，它能帮助我清空思绪，专注于呼吸。我能想象，我曾经尝试过一次瑜伽，但我很难跟上。这需要练习，这些姿势一开始可能会比较难。看来我得好好锻炼一下平衡感了。我感觉自己像棵摇摇晃晃的树。用摇摇晃晃的树来形容真是太贴切了，但关键在于找到你的平衡点。我钦佩那些能毫不费力的保持复杂姿势的人。只要有时间和耐心，任何人都能进步。那么，你多久上一次瑜伽课？
我尽量每周至少去4次，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。太棒了！是什么让你保持动力？课堂上的这种集体氛围让我很受鼓舞。听起来真不错。你有最喜欢的老师吗？是的，我的老师给人一种平静安心的感觉，而且给予了很好的指导。我明白这会造成什么影响。确实如此。你呢？是什么让你坚持跑步？我喜欢边跑步边听音乐，这让我充满活力。音乐是很好的激励方式。你喜欢什么类型的音乐？我喜欢节奏欢快的歌曲，任何能让我想要舞动的歌曲。好主意，或许我也应该试试边听音乐边慢跑。你或许会喜欢它，它能增添一份额外的乐趣。或许我们应该找一天把我们的日常安排结合起来。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。先做瑜伽，再慢跑。是的，这将是一次独特的健身体验。让我们一起探索全新的健身之旅吧。第7课，欣赏生活中的小事。享用完这顿美味的午餐后，我们今天剩下的时间该做什么呢？我不太确定，或许我们可以去公园散散步。听起来真棒，待在户外总能让我心情愉悦。难道这不会让你更加欣赏周围的美好事物吗？没错，大自然确实能让我神清气爽。我同意，听鸟鸣声就能让我感到平静。微风轻拂，令人心旷神怡，真是完美的一天。确实如此，这样的日子提醒我要放慢脚步，享受生活。没错，有时候我们会陷入忙碌的日常生活中。没错，休息一下，享受当下，这很重要。忙碌一周后，你最喜欢的放松方式是什么？我喜欢待在大自然里，就像今天这样，它让我精神焕发。真是个绝妙的选择。我也喜欢阅读。阅读是逃离现实的好方法，尤其是一本好书。你有没有特别想推荐的书？我最近读了一本小说，它把我带入了另一个世界，真是太神奇了。听起来很有意思，或许我应该借来看看。我很乐意借给你。谢谢，我很感激您的建议。与朋友分享好故事总是令人愉快的。让我们尽情享受每一天以及它带来的点点滴滴吧。第8课，火车旅行小贴士。我应该带些零食在火车上吃吗？问得好，很多火车都设有餐车或小吃吧？没错，但我还是喜欢准备一些自己喜欢的零食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真是个好主意。你通常会带哪些零食？
我喜欢那些坚果和水果，它们既健康又饱腹。好选择，我通常会带格兰诺拉麦片棒和巧克力。巧克力永远不会出错，它让旅途更加愉快。没错，一点小惊喜就能让旅途更加愉快。你对这次火车之旅感到兴奋吗？太棒了，我喜欢看着窗外的景色变化。我也是，感觉像是一场令人难忘的冒险。你觉得我们会看到什么有趣的景点吗？但愿如此。我听说这条路线沿途风景优美。我迫不及待地想拍些照片。小心别把相机从窗户掉出去。我会小心谨慎，我不想丢失我珍贵的照片。或许我们应该计划轮流拍照。听起来很公平，团队合作让旅程更有趣。这样，我们就有时间一起享用零食了。是的，在火车上享用零食野餐听起来很棒。祝您旅途愉快，沿途风景优美，美食诱人。第9课，理解民族主义。第3，民族主义可能源于历史事件。是的，人们通常不会指责罗马条约，而是说它加剧了紧张局势。正是如此，该条约旨在统一欧洲，但并非所有人都这样认为。有些人认为这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。人们的观点竟然可以有如此大的差异，这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。的确如此，民族认同感可以成为人们强大的动力。但你认为民族主义总是会带来负面后果吗？不一定，它反而可以增强公民的自豪感和团结感。没错，但是这也可能导致分裂和冲突。没错，在讨论民族主义时，保持平衡至关重要。我记得历史上曾有一个例子，民族主义导致了重大变革。19世纪德国的统一就是一个例子。没错，这是一个重塑欧洲的关键时刻。然而，这也引发了日后的冲突，并导致了未来的矛盾。是的，民族主义的复杂性令人着迷。你认为现代民族主义与历史上的例子相比有何异同？我认为现在它更加全球化了，受到了科技和通讯的影响。说得对，社交媒体会放大民族主义情绪。可以，但这也能促进人们的认识和对话。没错，积极的讨论有助于弥合分歧。让我们继续深入探讨这个话题吧，它真的很有启发性。第10课，时尚选择。我选择了黑色来搭配我参加活动的服装。这是个经典之选，黑色永远不会过时。我同意，它用途广泛，既可休闲可正式。
穿起来舒服吗？是的，我选择了一种轻薄透气的面料，手感很好。舒适才是关键，如果行动不便，外表再好看也毫无意义。没错，我也喜欢用配饰来增添一抹亮色。真是个好主意，一条色彩鲜艳的领带或口袋巾可以提升整体造型。你呢？选好衣服了吗？我还在考虑，但我倾向于选择碎花连衣裙。花卉图案真漂亮，它们能增添愉悦的氛围。谢谢，我只希望它合身，让我能跳舞。跳舞很重要，你应该自由自在的舞动。是的，我希望能够不受束缚的享受夜晚。你考虑过配饰吗？我当时想的是戴一对简单的耳环，再拿一个手拿包。听起来真不错，简约也可以很优雅。我同意，有时候少即是多。我们一起试穿一下衣服，看看效果如何。真是个好主意，在试衣间里办一场时装秀。让我们看看谁能打造出最棒的造型。第11课，童年回忆。我记得小时候，父母带我们去参观艺术博览会。听起来很有趣，那里发生了什么事？他们设立了一个摊位，请一位艺术家为人们画漫画肖像。哦，这些事通常都很有趣。你家人当时是什么反应？我们都排队等着画画，那场面真是壮观。我能想象。你觉得你的那顿饭好吃吗？没错，这位艺术家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夸张了我的五官。那一定很有趣。你哥哥呢？他一点也不觉得这幅画好，他说这幅画让他看起来很傻。哎呀，兄弟姐妹有时候真是太爱挑剔了。没错，他期待的是一幅杰作，而不是一幅滑稽的漫画。他拒绝保留它吗？他真的这么做了，他把它揉成一团，扔到了一边。真是可惜。有时候，那些看似傻乎乎的时刻反而最重要。我同意，每次想到这件事，我都忍不住笑。你那天还有其他什么有趣的记忆吗？是的，我妹妹试图模仿那位艺术家的风格，画了一个火柴人。听起来太搞笑了。你父母是什么反应？他们当然都笑着称赞他的创造力。艺术能激发我们玩乐的一面，这真是太棒了。当然可以，即使只是一幅傻傻的画。让我们好好珍惜这些美好的回忆吧。干杯！愿我们永远都能在细微之处发现快乐。第12课，全球商业趋势。你知道吗？2000年沃尔玛的销售额超过1910亿美元。
真是令人震惊。沃尔玛这些年的发展速度令人瞩目。确实如此，他如何成为全球领先的零售商，真是令人惊叹。你认为他们成功的原因是什么？我认为他们低廉的价格和丰富的商品种类吸引了众多顾客。这很合理，人们都喜欢在购物时省钱。此外，他们的供应链管理效率也很高。是的，这样可以保证货架商品充足，价格低廉。观察全球零售商如何适应不同的市场，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当然，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购物习惯和偏好。你曾经在国际沃尔玛购物过吗？我去过，产品种类之多，着实令人惊讶。我记得当时看到了一些当地的食物和商品，这些东西在我的家乡是买不到的。这是在购物的同时体验当地文化的绝佳方式。他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也越来越明显。没错，现在很多消费者都更喜欢有环保意识的企业。令人欣慰的是，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。我想知道沃尔玛在未来几年将如何继续发展。值得一看，他们把标准定得很高。希望他们能在保持成功的同时，也能做到负责任。干杯！让我们密切关注全球商业格局的变化。第13课，公平的乐趣。没问题，我可以等你试试运气玩这个游戏。谢谢，感谢您的耐心等待。这是您到达180度时的铃声。我很想看看它是如何运作的。我需要怎么做？你只需要用力击打目标，让铃铛响起来就行了。听起来很简单。我有几次机会？你有3次机会赢得奖品。我希望我能敲响那口钟。你觉得我应该以什么为目标？瞄准中心，这是获得高分的最佳方法。我会尽力的。我正需要一个新的毛绒玩具。毛绒玩具会是很棒的奖品。你希望赢得哪种毛绒玩具呢？我想要一只巨型泰迪熊，它将完美的融入我的收藏中。一只巨大的泰迪熊，那一定很可爱。没错，想想我们可以用它拍出多么有趣的自拍啊！我已经能想象出那个画面了。你抱着一个巨大的泰迪熊，笑容灿烂。我可能需要在赢得比赛前练习一下我的姿势。你应该这么做，摆个好姿势，乐趣无穷。豁出去了，我会全力以赴。我相信你，集中精力，尽情享受吧。谢谢，我试试能不能把那口钟敲响。第14课，户外保持警惕。即使在户外，保持警惕也很重要。我同意，
时刻留意周围环境非常有帮助。你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？感觉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忙，工作量大大增加。听起来很有挑战性，你是怎么应对的？我尽量保持条理清晰，并分清轻重缓急，这很有帮助。这真是个好办法。你找到时间放松一下了吗？我挤出时间上了几节瑜伽课，瑜伽让我保持内心的平静。瑜伽真是缓解压力的好方法，我应该找个时间一起练练。你会喜欢的，关键在于找到平衡点。说到平衡，我一直在努力增加徒步旅行的次数。徒步旅行太棒了，大自然有种让人精神焕发的力量。当然，但我始终会在徒步过程中保持警惕。这很明智，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障碍。没错，我曾经因为被松鼠吸引注意力而绊倒在树根上。松鼠，它们很有趣，但也很狡猾。是的，我吸取教训了，以后要注意路况。不过，在那种情况下，发现幽默感也是件好事。没错，这以后会是个很有趣的故事。除了徒步旅行，你最近还做了些什么？我开始在当地一家动物收容所做义工，这份工作很有意义。听起来太棒了！帮助动物是一件崇高的事业。没错，而且处理它们还能让我保持高度警惕。你做得非常棒，祝你继续保持活力和敏锐。干杯！让我们继续探索，享受冒险之旅吧。第15课：商业技术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如今企业与客户和供应商的互动方式？是的，许多公司都提供网站访问权限，方便沟通。没错，它简化了交易流程，提升了客户服务水平。有些企业甚至依赖电子数据交换 （EDI） 系统。EDI 系统可以显著简化流程，不是吗？当然可以，它们能够实现更快、更准确的数据交换。我记得以前纸质文件是常态，处理订单要花很长时间。哦，我能想象 ，EDI 彻底改变了这种体验。确实如此，但你认为所有企业都准备好采用这种技术了吗？不一定，小型企业可能难以完成转型。这确实是一个有道理的观点，他们可能缺乏实施所需的资源。然而，那些拥抱科技的企业往往会获得竞争优势。是的，它可以提高效率和客户满意度。你见过哪些公司成功使用 EDI 的例子吗？我读到过一篇
关于一家大型零售商的文章，他们在更换系统后将错误率降低了 90%。真是令人印象深刻。这表明采用此类系统具有潜在的益处。你认为过度依赖科技会有什么弊端吗？技术问题如果处理不当，可能会扰乱运营。没错，制定一个完善的备份计划对于应对系统故障至关重要。我同意，平衡技术与人际互动也很重要。让我们在利用科技的同时，保留人文关怀。第16课，一起做饭。看看这些新鲜食材，它们太棒了！用这些可以做蔬菜炒鸡。听起来真好吃。你有什么特别的食谱吗？是的，我愿意。首先，我们需要腌制鸡肉。腌料应该用什么？酱油、大蒜和少许生姜会增添绝妙的风味。听起来很棒。我喜欢炒菜里加姜的味道。它增添了一丝辛辣风味。接下来，我们应该准备蔬菜了。您推荐哪些蔬菜？甜椒、西兰花和胡萝卜搭配起来味道极佳。绝佳的选择。我们一起把它们切碎吧。没错，团队合作让烹饪变得更有趣。我同意，而且这也是一种通过美食增进感情的好方法。没错，烹饪就像一门艺术，而我们就是艺术家。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我们的杰作完成时的样子。而最棒的部分是事后享受它。没错，我们应该先煮鸡肉，还是先煮蔬菜？我们先把鸡肉煮熟，然后再加入蔬菜。好主意，这样一来，所有食材都能烹饪的恰到好处。最后，我们还可以加入一些芝麻油来增添风味。哇，你真是个厨房高手。谢谢，我喜欢尝试不同的口味。祝您晚餐愉快，烹饪体验精彩。